大家好，我是阿叔。今天视频来聊一下比特币产量减半之后涨跌的周期里面的一些知识，来预测一下比特币2025年的底部，有可能要修正一下，也就是之前有跟大家聊到的这个700天之后有可能是比特币的顶部，时间要往后拉长啊。所以去年带家人们在底部的位置 20K 下方重仓，包括$1000的以太坊重仓，到现在很多朋友也是在问什么时候要卖出啊？利润是相对比较可观，还是希望朋友们给我抱住？以及等下也来聊一下短线的一些知识。朋友是在问这边是不是一个下降楔形，有没有可能比特币会不会往上突破？复盘之前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交易过的朋友，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产量减半的这个时间周期。之前是在 22K 的位置首次跟很多朋友提到这一张图表，因为当时 20K 已经脱离了，很多人还是不相信比特币牛市已经是来了，后面是有压回的位置，也是希望 20K 你如果真的还有资金，应该要重仓，千金难买牛回头。到现在比特币是在 30K 附近或者 29K， 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底部有做对的单子，一定要给我报到未来的顶部。虽然现在是还没有到比特币产量减半的时间，也就是在2024年的4月份，那我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你等到它产量减半的，有可能会错过一大波的空间，因为历史有参考经验。2019年比特币底部价格是在$3000，等到产量减半2020年的5月份，这边价格已经涨到接近$10000。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15年也是一样，它见底的时间会提前。2015年的1月份，这个位置底部的价格是在$150，产量减半时间这边已经涨到接近$500到$400附近。所以现在也是一样，也是聊了有一段时间，有可能比特币底部开始的第一波初步牛市的上涨暂告一段落。那现在到底是在哪一个位阶？昨天的视频已经跟大家探讨了，它可能是在二浪整理的结构，类似2019年的这一个白色的箱体，这个位置的时间也是具有一定参考性，或者是2015年这个位置，它也是涨了1倍左右，类似这个区间，或者是2012年的底部脱离以后第一波初步牛市的上涨，有可能是在这个区间里面震荡。所以现在的一个位置目前是在震荡，我也是在计划，如果它震荡时间到位，到时候往上突破，我是相信在减半之前肯定会突破这个 48K N 型的高点。不过我们现在要提前计划一下，如果真的比特币来到2024年的4月份，到时候开始产量减半，未来肯定会有这种继续分流的行情。昨天聊到的100倍的杠杆的位置，类似这种大涨的行情，或者类似这种大涨的行情，它里面的时间有没有一些参考点？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5年的这个位置，产量减半是在2016年的7月份左右。你如果从这一个区间开始画一个时间去观察一下，到这个比特币顶部的位置，16年后面是涨了500多天，然后就见顶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19年的这个位置也是一样，也是有高度参考性啊。2020年产量减半的时间在5月份，如果我们画一个时间去观察，也就是这个位置开始到这个比特币 69K 的顶部，差不多也是500多天。所以15年比特币大牛市跟19年比特币大牛市产量减半开始后面涨幅的时间，这个时间是有参考性。我现在也是在计划，如果真的按500天的一个时间窗口，从这个位置开始，也就是2024年4月份左右，如果拉个500天左右，有可能时间会不会到2025年的10月份，到时候比特币会不会见顶？到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一点，因为这个时间跟之前的一个判断是有一点冲突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周线里面这个 Pi Cycle 指标，2015年它这个 Pi Cycle 指标红色的线穿过这个绿色的线上方，它时间会延续非常非常的长，接近800多天，有可能才会见顶。然后19年的这个位置也是一样， Pi Cycle 指标金叉开始，整个红色的线一直在绿色线的上方，很长一段时间700多天到这个位置才见顶。所以现在的一个时间，我个人观点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拉到 69K 的高位，它也是非常接近2015年整波大牛市的这个时间。
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，我就取一个中间值，拉到840天左右，有没有可能到2015年的7月份？到时候我们尽量要小心一点。所以我个人观点，就目前这个周线里面Pi Cycle 指标已经是金叉了，金叉它这条红色的线是在这个绿色线的上方。我个人观点，每一次有压回来的位置，类似这种位置，或者是有破位的位置，现在也是在压回，但是距离还是有一点距离啊。你短线如果真的还有资金，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基本上是一定没有资金了。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日线短期的技术形态啊。有朋友是讲到这边感觉是有一个下降楔形，跟上一次我在这个位置判断的一个下降楔形，也就是希望朋友们 25K 给我继续做多的位置。那这两个形态有没有什么不同点啊？首先我们看空间，这个 31K 到目前的 29K 附近，空间它是小于前面这一个 30K 到这个 25K 的一个幅度啊。所以在这个位置，如果要开多的朋友，我个人观点是就这几天讲的这个 28.8K 你可以当成很重要的一个防守位，或者是这个下降楔形像不像？我个人是觉得有一点牵强哦，它有可能也类似一个通道在这边，比如说这几个低点连起来的一个通道，也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。但是短线已经跟大家讲了几天，就这两根 K 线是很重要的一根多方抵抗。如果你看到这种箱体整理的结构，它一根 K 线破位，不应该在这个位置遇到一个就是多方抵抗。如果是空方的主力，早就应该乘胜追击，就类似前面熊市里面跌幅的空间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矩形跌破，哪一根 K 线有遇到多方抵抗？全部都是重心在下压，每一根 K 线收盘的重心都是比前面的收盘价要低啊，或者是这个位置也是一样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。破位第二根都是收盘继续下去，所以现在的形态有可能还是在震荡整理，也不排除它如果要回到这个 29.5K 聊了几天，就看主力的决心到底肯不肯马上给我回到这个 29.5K。 如果不肯的话，有可能时间还是不够，它震荡到位，化解一下上面的套牢筹码，到时候看会不会攻上去啊。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个 MACD 啊。因为前面有跟大家讲，就是这个低点破位的时候 ，KD 是有背离的位置代表的意义，有可能它短线不一定会继续跌，至少都看有没有一个震荡区间。有时候背离的位置往往都是一个转折的位置，就类似高点的位置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高点在过高，高点在过高，高点在过高，指标也是不肯过高，然后。MACD 指标是没有背离啊，这边已经是放了不知道多少根，应该是20几根。如果我们利用这个方法，就是上一次有跟大家讲的，我们直接把这个参数12改成5，你去观察一下这个 MACD 在日线里面，它也是有背离的结构，就是一个柱状一个柱状一个柱状的分，它是在呈上升的结构，所以也不排除这个位置最好是赶快给我收上这个 29.5K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。